Hello，大家好，我是 DP。之前我们录过一期关于如何把 Docker 版的 SME 生成的 SSL 证书给群晖的 DSM 使用的视频，我发觉这个主题还可以再挖掘一下，所以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把 Docker 版的 SME 生成的 SSL 证书给 Docker 的 Nginx 来使用，实现 Docker Nginx SSL 证书不过期这么一个内容。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 SSL 也就是 HTTPS 对安全重要吗？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准备阶段。首先还是打开 dprt.lab00.com 搜索 SSL， 然后这边看到有一个 Docker Nginx 免费证书永不过期，把后面的那个文档链接打开。打开以后，你需要先下载一个 SH 的文件，我这边以那个跨个网盘为例。打开以后，里面有一个 SH 的文件，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接下来你需要在你的机器上完成了 Docker 版 ICME 的安装，并且能正常使用。如果不会用的话，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视频。然后接着你还需要完成 Docker 版 Nginx 的安装以及运行，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看在这里发的这期视频。这些都准备好了以后，我们来进入实际操作的部分。首先是打开一个文档，随便是什么文档，记录内容用的。接下来打开你的群晖，打开群晖以后点文件管理器，我这边新建了一个叫 system need keep 这个文件夹，我在内部新建了一个 log 文件，如果你没有，可以在任意地方建一个 log 文件，目的是用来存储就是这个证书更新的 log 反馈结果。然后这边新建完了以后，右击属性，把这边有一个就是地址，把这个复制下来，复制完了以后放在你刚刚新建的这个临时文件里面。然后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两个路径，分别是 ICME 的证书存放路径，我这个视频就是存放在这里，这里面有我的视频演示里的一些证书，然后把这个路径给它复制下来。然后再接着我们还需要一个路径，就是 Docker 版的 Nginx 的SSL 证书路径。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或者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看我前面发的那个 Nginx 那期视频，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打开以后，这里面有两个，我用的是这个地址，就是你证书对应的上一级。像我这期视频，我就是用的这个，上面那个 dprt.lab00 已经不再使用了。这个稍后我会跟大家说在什么位置。这些都复制好了以后，这些路径就有了。下面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儿，还是打开 System Need Keep。我在这边新建了一个群晖 SSL Renew 这个文件夹，里面放的是就是跟 SSL 证书更新相关的一些脚本，把我们刚刚下载到的 V1.0 的那个脚本还记得吗？在这个地方把这个脚本拖到群晖里上传进去，没有任何问题。上传完了以后，我们下面需要编辑这个脚本，编辑几个内容呢？首先是右击选使用在线的这个编辑工具。如果不知道怎么用的话，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在线编辑工具讲解的这个视频，推荐用这个方式来做，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好，点编辑。好的，点完编辑以后，我们就打开了这个文件，我们需要做几个简单的替换，后面我们会单独来讲。我们先把相应的目录替换掉。log 这个不动，我们留到后面用。先把 ICME 的 SSL 证书生成位置复制进来，替换在这一行。替换的就是原始的 替换的是原始的 SSL 的这个路径。反正你只要看之前的视频就知道这个路径怎么找，然后找到了来做替换就好。然后第二个路径是 Nginx 的 SSL 路径，在这个地方替换第二个就是目标的 Docker 版 Nginx 这个路径，把它在这边也替换掉。替换掉了，完成以后，这个就是 SH 文件就已经全部修改好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的读一下这个 SIH 文件。最上面这一行是 date， 用来输出那个运行的时间，主要是为 log 准备的。然后这边是两个路径，这个是 SME 的 SSL 生成路径，这个是 Docker 版的 Nginx 的 SSL 证书存放位置。然后它更新的是两个文件，分别是把这个叫 lab00.com.k 这个文件复制到了 Nginx 里，也叫 lab00.com.k。然后他把另外一个叫 fortran.cer 这个文件也复制到了这个路径里。反正只要和前面的两期视频对应，这个直接复制过来就是没问题的。如果你对应的 K 和证书文件名称在那个 Nginx 里做了改变，那么就把这里的文件名也顺手改掉。最后一行命令是把那个 Docker 版的那个Nginx 做一个重启，请注意这里面要填的是你的那个 Nginx 的名称，或者是你的那个 Nginx 的那个 ID。我在视频演示的时候用的是 11-Nginx-1.27.3 这个名称， 1.27.3 是版本。好，这边说完了，这个脚本就可用了，我们把它关闭掉。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定时任务，我们把这边这个脚本的位置复制下来，同样是在这个地方复制下来以后，还是放到我们这个临时文件里。好，接下来我们点这边的控制面板任务。好的，然后我们这边开始新建任务，点新建任务，选定时任务，然后选用户定义的脚本。这边的用户改成 root， 用户名这个任务名可以改一下。这边我就用了 docker nginx ssl renew， 然后这个定时你就可以选成每周一次，然后我一般是选每周一。然后时间嘛，我会选周一早上的3点，然后这个时间设定好就可以。然后下面是任务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脚本，这个东西在哪里找呢？在我们刚刚开的这个文本里的第3行第3部分，然后有一个第1点自定义任务的一个命令，把这个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以后，先把这一行就是你的这个 SH 脚本复制过来，替换最前面这个。这边有一个2个箭头，这个保持不动，后面是你的那个 log 文件的地址，还记得我们在这边吗？注意你这个替换只替换到这个位置，后面这个 log 文件名需要保持，它会把 log 文件放到这个 log 文件夹里面去。这个名称我用的是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改，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最后这一段保留。好，这个都做好以后，把它复制过来，回到群晖，粘到这里，点保存。好，这边保存，保存完了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任务在这里。到这里所有的操作步骤就已经完成了，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做简单的测试的时候，你需要先打开你的这个群晖里的那个 Docker Container Manager， 找到里面的运行的这个容器，然后在这里面找到 Nginx， 然后点开，然后在这里面要找到 Nginx 用的443端口是什么，像这个 Nginx 用的是55102，然后把这个 NAS 的地址，就访问的地址复制下来，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它后面的端口改成443对应的端口55102。简单的说，这就是你 Docker Nginx 的 SSL 证书访问的默认的页面。下面还要给大家看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在这里。好的，在这个位置我们打开这个 Project A 的 config， 给大家看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是这2个文件，就是我们刚刚替换脚本里的2个证书文件，一个是 fortran.cer 证书文件，一个是 K 文件。
如果你的这里的这个就是 SSL 证书和 SSL 证书的 K 写的名字不一样，你在脚本里要做对应的修改。好的，所有的该讲的都讲完了，我们来做测试。复制这个地址先放在这儿，不要动。然后我们打开在线这个文档，它有第二个命令是查看证书这个命令，把这个复制下来，放在这个下面，然后把这一行我们刚刚确定的 Nginx 的那个访问的地址到这边替换掉这里，替换完把这一部分命令复制下来，这就是查看你证书在局域网内的一个命令。然后在你的操作的机器上打开一个命令行工具，不是你的 NAS， 是你操作的本机，把这个命令复制进去，等于说从你这台实际操作的电脑，我视频里就是我在用的这台 iMac， 用它直接去访问 192.168.1.2， 就是我群晖的这个地址，然后端口不是51304，我的 DSM 端口是51304，然后我用的是55102，是我 Docker 版 Nginx 的默认的那个 HTTPS 的页面，然后这样去访问。访问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证书是什么？证书是 lab00.com 用的一个证书，然后它的有效期是到10月8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得到旧证书的一个日期。那么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更新证书，更新完了证书以后，看证书有没有更新到，就是我们要测试的内容。好的，现在我们来强制更新那个 SME 的证书。首先还是回到 dprt.lab00.com，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SME.sh 这个证书，打开这个命令，直接来到第3部分，找到 3.3 强制更新证书。如果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用的话，可以看我在前面发的那个 SME 相关的一个视频的介绍，这边我就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打开一个 SSH 工具，登录到你的 NAS， 切换到 root 工具，以 SSH 的方式。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看我在这里发的这期 SSH 登录的基础教程。登录上以后，直接把这边的这个命令复制过来，如果需要修改你就去修改，然后在这边直接做一个强制的运行。好的，看到这个界面就证明 SME 的 SSL 证书已经完成了强制更新。接下来我们需要回到群晖的 DSM 里，选择控制面板，选择任务管理。还记得我们之前新建了一个为 Docker 版的 Nginx 强制更新 SSL 证书的这个用户任务吗？我们把这个任务点一次运行。好的，没有任何的反馈和输出，它运行完了，对吗？我们回到这个文件夹管理里面，然后回到你的 log 文件夹，你可以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 Nginx SSL renew，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很简单，时间是0.19， 更新了一次，它更新的结果就是这一行命令，这行命令代表你的 Nginx 就是 Docker 版的 Nginx 重启成功。按照道理上来说 Nginx 的证书已经完成了更新，我们怎么验证呢？我想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再运行一次相同的任务，相同的地址，看看就是 NAS 上的 Docker 版 Nginx 有没有更新 SSL 证书。好的，我们来对比一下，上面这一段是更新前，这一段是更新后，我们只看一个变量，就是这个日期，日期从10月8日变成了10月22日。好的，这就证明证书的更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脚本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这个脚本的运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为什么我录完了那个群晖版的 DSM 的SSL 证书更新以后还继续往下挖了一下呢？因为我觉得有些新手用户对这种脚本的扩展使用以及能够做到举一反三或者往深入去思考还是不太能理解，所以我想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希望能够跟大家多做探讨。当然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就是 HTTPS 和 SSL 证书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就多做一点。
然后也回答一个之前有些观众的疑问，为什么像那个 NPM 这些工具都能实现的功能，我要在这边再单独做一层呢？其实是我个人认为，一个问题会有多种解决方法，我们不应该为了解决问题而学习，而是应该多掌握几种方法，因为每一种方法它对应的这个场景可能都会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 NPM 它可能能覆盖 80% 的场景，那还有 20% 怎么办？你可能就需要用像这种 ICME 加脚本的这种方式来实现。这就是我做视频的一个初衷，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不了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的，那个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在最后，接下来会有一期 Docker 版的 Jellyfin 如何使用 ICME 证书实现SSL 证书永不过期自动更新的一个视频，跟这个类似，但是 Jellyfin 的 SSL 证书比这个就要更复杂一点，就是稍微再进阶一点，如果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Docker 版的 Nginx 如何使用 ICME 的 SSL 证书实现证书永不过期视频的相关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DP，谢谢。